嗰啲山竹功夫嚟得幾條肉，係啊，即係三隻蝦有幾把葉，做山竹坑，即係山竹公得幾條肉。啊，有一個係叫做正宗廣東會，我哋就負責係燒味呢啲部分嘅，同埋前菜冷盤呢部分嘅。在日本東京，粵菜餐飲人有自己1年1度的聚會。來自廣東佛山的燒臘廚師李明星和他的2位日籍徒弟，已在爐前進入忙碌狀態。李明星要在這次行業聚會裏展示家傳的燒臘技藝。正宗廣東會就5點鐘開始㗎啦，我哋嘅燒味就5點鐘之前，即係做到啱啱燒出嚟嘅最熱辣辣、最新鮮咁樣呈現俾客人食。呢個可以上去㗎，然之後咧就等陣琵琶鴨，好緊張，準備要出㗎啦，再遲唔夠時間㗎啦。李明星是廣東佛山三水人，自16歲起跟隨父親的首席徒弟走南闖北，他用了3年時間學懂了燒臘的製作技藝。2005年，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親當年的足跡，來到了日本東京。我喺日本嚟計咧，前後做咗17、8年㗎啦。大倉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㗎啦，都係燒味前菜。咁啊，同埋啲政要啊，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別料理。在異國他鄉奮鬥了18年，李明星不僅通過自學過了語言關，還繼承了父親精湛的燒臘技藝，在東京的5星級酒店穩坐1把手，主理廣式燒臘。他的粉絲中不乏各界名人。一直以嚟，我哋嘅燒味都係最搶手嘅，每次過嚟一陣就冇㗎啦。蜜汁叉燒、脆皮燒肉、琵琶鴨，無疑是廣東會上最搶手的美食。鴨巴喺橫濱啊，燒得好OK。多謝。宴會結束，李明星匆忙趕往朋友經營的廣東點心店。呢2年咧喺東京咧啲點心咧就非常之興旺，競爭多。係。咁我哋係咪諗下咧，將你啲燒臘點心能夠融合一齊咧，能夠咧再提升一個層次咧？點講咧？傳統嘅叉燒而家日本周圍都有。咁我最近咧研發咗一個用傳統嘅做法，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綠茶粉嘅綠茶叉燒。在東京的廣東餐飲同行中，李明星的講義氣是出了名的。無論是大酒樓還是小餐館，只要遇到與燒臘相關的問題或業務，他都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。都係大家鄉里，大家兄弟離鄉別井過嚟揾到2餐，我基本上都會親自過去指導下，或者俾啲意見啊咁樣。在上個世紀80、90年代，隨着中國經濟和文化的崛起，粵菜開始在日本流行，廣式燒味受到了當地人的喜愛。為了滿足市場需求，大量的廣東燒臘師傅湧入日本，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星的父親。我個人咧就嗰個適應性都幾強嘅，咁咪有咁嘅鬥志嗰度做咯，一做到差唔多27年幾成28年。在過去的40年裡，李明星的父親在廣州和香港掌爐了15年。他曾是廣州花園酒店的首批燒臘主廚，對守正創新有着獨到的見解。在食材的挑選和使用上，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態度，並嚴格要求兒子遵循。細個就去花園酒店啊，帶我入廚房啊，哇！見到好似啲廚師個個着住啲工作服，哇！好似好型咁啊，係嘛？咁老豆有時喺屋企又煮飯食啊，咁係嘛？最主要係爸爸嘅影響啊。老豆，我哋入去洗咗啲芫茜葱先，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燒啊、蜜茶叉燒啊，然之後研發下睇下成唔成功。叉燒是廣式燒臘中港片出鏡率最高的粵菜。叉燒一詞原是叉燒之意。最原始的叉燒是將豬的里脊肉加插在烤全豬腹內，用暗火以熱輻射燒烤而熟，
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，久而久之，叉燒之名便被叉燒所替代。傳統嘅叉燒嘅配料就係蜜糖啊、鹽啊，加上南乳啦、柱後醬、海鮮醬啦、玫瑰露酒啊，靠佢嗰啲糖分去燒出佢嘅焦香味啊。叉燒的獨特風味源於鹹甜交融的絕妙搭配。這門手藝入門易，做精難，要真正領略叉燒的烹飪奧秘，需要時間的磨礪和經驗的沉澱。醃咗幾耐呢啲？呢啲醃咗三個鐘到啦。哦，呢個鐘。手感咧就爭少少嘅，醃多1個鐘到啊，差唔多就冇問題嘅。好。不怕麻煩，是粵菜師傅的共同特性。在燒臘的製作經驗中，每一次的烤製都是在前一次失敗的基礎上再接再厲。第一次失敗就係醃嗰時落咗綠茶粉落去，所以導致咗叉燒有嗰個苦澀味喺度啦。低溫慢火係，我睇住個火，大概係40分鐘左右。嗰啲知道啦。我而家過去整埋啲雲茶叉燒先。好。廣式叉燒需要經過2次烤製，在第一次烤製出爐前，要調配好麥芽糖漿，為叉燒表面增添光鮮亮麗的外衣。我就諗住用翻傳統嘅叉燒嘅配料，就係之後咧，我就將啲綠茶粉同麥芽糖就融合一齊，盡量咧就係低溫去燒，就唔會話將嗰個綠茶產生出苦澀味。出爐後第一時間澆上綠茶麥芽糖，粘稠的麥芽糖漿依附在燒肉表面，同時麥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燒肉的鹹香味道，使得口感層次更立體複雜。好，我哋而家繼續再次入爐啊！李明星設定10分鐘為烤製的極限，在爐內均勻受熱，使得肉質色澤通紅亮澤。緊接着要及時收火，才能鎖住肉汁，保持口感濕潤。做得亮的叉燒，還有一條微微的焦邊，俗稱火雞口，最是焦香脆口，是資深食家下第一塊的位置。而家睇咧一定唔會苦，低溫係未起焦，嗰個效果最靚噶啦。而家呢啲顏色非常之靚，等陣咧我哋上餐嗰時咧就再搽粉喺度嘅，咁咧就呈現翻咗個綠茶嘅清香。父子通力合作，綠茶叉燒終於研製成功。創新絕不是為了自我滿足，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鑽味蕾的認可，才能與大眾見面。唉，唔好意思，要大家等咁耐啊！嚟，叉燒，哇！我哋抹茶叉燒同埋脆皮叉燒研發出嚟啦，好嘢！嚟大家一齊試下起翻嚟。呢個茶叉燒咧，第一次食，真係第一次食，有用清香，即係綠茶嘅清香味。呢個咧應該喺入面要多推廣，就係冇，我哋創新咗多推廣。今日呢就不醉無歸啊！要食嘅咧就要去2厘館嗰度食啲綠茶叉燒啦。家的味道，廣東味道啊！在異國他鄉，品一口廣式叉燒，飲一杯廣東酒，故鄉山水仿佛撲面而來。即使身處異鄉，通過品嘗家鄉風味，家的溫馨依然可以縈繞心頭。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，佢話你教會人哋，人哋係要感激你嘅。學徒又好，日本人又好，佢需要你嘅，你就去用心去指導佢哋。精緻的廣式早茶，誘人的秘製燒臘，這些老廣熟悉的味道，已經成為日本餐飲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這些美味的傳承，離不開像李明星和父親這樣的粵菜師傅。他們不僅帶來了美食，更傳遞了廣府文化。同樣，這種具有地域特色的風味，在港澳地區也得到了延續。我哋啲嘢咧執翻正啲喎，份量俾翻啲足啊！凌晨時分，街道上的店鋪已紛紛打烊，
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。然而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，此刻肉香與煙火氣交織，香氣彌漫。呢個3晚咧2晚喺度食啊，老細又好，啲嘢又大碗又好食，牛雜啊、牛腩啊、牛丸都好食。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，咁變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話齋喂，你開夜啲啦，開夜啲啦，咁啊我哋大家都有得食。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3點半。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、自制卤酱香牛腩、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，才哥凭借这几種特色牛食，為街坊們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選擇。賓沙腩咧，平均一日咧都超過300㗎啦。坑腩咧都拍得住賓沙腩嘅，即係兩個品種咧嘅腩咧都係叮咚碼頭。嚟沙腩麵。今天的才哥面館是街坊鄰里的最愛，然而創業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。靠着一碗牛腩逆襲，背後隱藏着怎樣的秘密呢？聽日星期六㗎啦，要做多啲貨㗎啦，今日又要通宵啦。咁啊魚丸都要打到20斤啊！係啊，同埋你都係炒醬嗰啲啦，咁牛腩。係。夜班結束後，才哥卻未能停歇。這個距離店鋪200米的食物生產作坊，是他每天必到之處。地方雖小，但五臟俱全。點解話齋我哋鋪頭啲牛腩牛雜啊咁好食咧，咁香？咁呢度咧就係我嘅秘密嚟嘅，驚自己忘記咗，就全部寫晒喺呢一度。才哥牛腩的絕妙美味，源於其從不外傳的醬膽配方。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樣嘢都會稱一稱嘅，因為咧好多原材料佢會發揮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，都有差唔多成20幾年㗎啦，先至鑽研到自己呢一隻味出嚟咯。要炮製這鍋賦予牛腩靈魂的醬膽，絕非易事。首先，精心挑選的食材需經歷油炸的洗禮，喚醒其深藏的香氣。其次，藥材需精細研磨，幻化成粉。最後，各種藥材齊聚鍋中，在才哥的巧手下反覆推拌。炒鑊醬啊，由你炸蒜頭開始，冇得停。秘製的醬膽每週熬製1次，才哥所有的精力都專注在炒鍋之中。二弟當助手，把墨魚丸、牛腩等食材一一備齊。在醬膽炒製大功告成時，距離開業尚有3個小時，才哥還需分秒必爭，才能確保每天的牛腩準時滷製完成。咁我就會將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，大概半個鐘到啦。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晒嘅。厚身嘅牛腩擺落去最底，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盡量擺最高最面。當牛腩在鐵鍋裡享受熱力的愛撫和醬料的熏陶時，才哥的妻子和3弟已在新店裡開始忙碌地熬製湯底，小姨子留守總店，也正忙着準備開業前的各項工作。每日用70斤嘅魚骨啦，會落下豬骨啊、雞啊咁樣，胡椒粉啊、蘿蔔咁樣去熬製嘅。所有外賣單你記得要打直寫，人哋要醋啊、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下。好。兩邊走，主要負責新店呢邊。如果唔夠人，我就入廚房啦。自認樓面唔夠，我就幫樓面啦。上午6點到10點，一家人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着，齊心協力、勁兒往一處使的生活已經持續了近10年。牛腩我啲貨嚟咗啦，過嚟幫一幫手先。攞入去。好，你攰唔攰啊？你攰就翻去休息下先啦。得啦，搞埋啲嘢先。上午10點半，才哥雷打不動地將新鮮牛食送到店鋪。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，等待開啟新一天的能量源泉。一個沙腩河，跟住2個雜河，一個雲吞麵，一個麵底。落張單牛河，2個行街。
在财客的面馆里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。与其他面馆不同，财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。这刁钻来自顧客對於不同部位牛腩嘅口感嗜好。我就係崩沙腩多，因為佢有脆肉味，但係咧食到嗰啲湯咧唔會鹹嘅，又唔會口乾。都食咗好耐啦，都有8年到啦。咁其實好多鋪頭都係咁噶啦，成家人綁晒喺度噶啦。家庭作坊式的經營，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顛倒，全年無休。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。也磨練着每個人的性情。即係一家人咁會有啲唔同嘅一啲爭執啊，小爭執咯。佢有要求嘅，咁我哋可能未到佢個要求咯。我覺得差少少，係差少少嘅啫。差少少，佢自己覺得係咯。你覺得咧？我覺得係有排咯。家人一定有拗撬嘅，只不過在於就係話你點樣將大家出現嘅矛盾解決咗佢嘅啫嘛，解決到啦，咁咪就係叫一家人咯。10年創業，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敗偶爾的摩擦與矛盾，也幫助財哥的麵館度過了疫情3年最艱難的時期。疫情期間即係差唔多前後蝕咗差唔多600萬，我直頭自己層樓都攞去按埋。去到途中嘅時期咧，有打算話真係放棄，因為嗰種壓力真係好大，大到你自己揞住個心，自己喺度流眼淚，去到最嬲尾連層樓都冇埋嘅，咁咪算咯，從頭嚟過。我好相信我先生，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神傳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，直至到今刻，永遠都會咁樣去支持我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從一家僅有2、3張桌子的小店，到如今的3家分店，財哥憑借不屈不撓的精神，不僅克服了種種困難，還開創了自己的美食風格。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，原本被街坊罵作垃圾食品的店鋪，如今已贏得了街坊們的一致讚揚。就係希望同我一齊捱、一齊辛苦嘅兄弟姊妹，個個都可以去管理一間。我希望佢哋都好。希望就係呢幾間鋪頭，大家守得住，或者佢哋每一日做嘅粉麵飯，佢沖嘅一杯茶，有人去讚佢一句話：你啲嘢好好食啊咁樣，咁其實就已經足夠㗎啦。食飯啦！食飯啦！食飯啦！得食啦！美食不僅僅是滿足味蕾的享受，更是感情與信念的載體。只要對食材傾注心血，精心製作每一道菜品，即使是在風雨飄搖中，也能殺出一條金光大道，收穫肯定與讚賞。攞過嚟，快啲！21、30下期起得，知道未？好嘅。兔菌湯、竹笙湯起得，我呢邊有個黃魚羹啊！快啲，15個水晶明蝦球。水晶明蝦球是江泰市家宴的經典菜式，和開水白菜一樣，看着簡單，實際功夫內藏。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蝦球啦，係用緬甸嘅4頭大明蝦、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國嘅寶塔菜。烹製這道經典的泰式菜，需要廚師具備高超的刀工技藝。處理蝦的肉身時，先去殼，然後片去表面的紅衣，使其呈現出全身潔白的狀態，因此得名為水晶明蝦球。片衣最繁瑣都係呢個步驟，要慢慢將啲細衣片翻出嚟。在蝦的背部劃至3刀，再用低溫油泡，雪白的蝦肉猶如花朵般綻放。油溫太低嘅話咧，佢熟就會好耐啦；太高嘅話咧，佢個表皮會老啊。外嫩內滑的蝦球，鮮脆緊緻，而內心柔軟，近似半熟糖心。師傅對火候的精準控制，可見一斑。
咁我哋做緊嘅泰式菜咧，其實都係沿用咗江太史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製作。莊家輝憑借深厚的泰式菜廚藝功底，在2年前的澳門知名酒店全球競聘中，以水晶明蝦球、冬瓜蟹鉗等經典泰式菜脫穎而出。年僅36歲就榮任該酒店中餐的首任總廚。我04年入行嘅，11年就去咗上海。嗰陣時我喺上海管理住5、6間餐廳度啦，員工有200幾300人。當我嚟到呢度之後咧，我感覺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裝修風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，咁啊好投然咁將泰式菜同呢度嘅環境相結合。莊家輝，一位85後的後生仔，為何與歷史厚重的泰式菜緊密相連？他的一身廚藝又來自何處，讓他可以闖蕩南北，獲得認可？